光遇、次尔服、国际服、国服有什么区别？哪个服更好一些？先说隶属关系。光遇是由美国公司 TGC 开发 ，TGC 自主运营测试服和国际服，国服由网易代理运营。再说游玩资格，测试服需要 TGC 发放资格，然后去抢。上次发放是4月15号，而且只放了华为的资格。国际服和国服是正式服，开放下载，无需资格。然后是游戏进度，测试服会提前1到2个月测试活动，比如正式服万圣节是10月底，测试服现在就开始测试了。国际服跟国服的活动，除了彩虹日以外，其他活动国际服会优先开启，但与国服相差不了几天。测试服会在正式服季节进行到一半左右时开测新季节，国际服季节进度目前比国服快11天，而且国服为了照顾防沉迷会延长季节，注定进度会落后。然后是烛火数量和上限，这个国际服和测试服是用的一个标准，国服单用一个标准。这是去年做的统计，现在可能不准，不过差距应该不大。国服和国际服蜡烛合成需要的数量是不一样的，国际服比国服合成蜡烛需要的烛火多很多，而且国际服每天的上限是20根，国服是26、7根左右。另外跑峡谷赛道，国际服是奖励150滴烛火，而且会计算到合成机制里，而国服不管你目前是几档，都是奖励1整根蜡烛。其次，大家都知道雨林每天花的位置是不同的，国际服1周都会保持这个规律，而国服周末的时候，所有出现花的位置都会有花。最后，国际服每天都是只有1个涂油大蜡烛，而国服周末的时候会3涂大蜡烛，所以国服比国际服在蜡烛上限和烛火数量上都占大量优势。然后是游戏福利，国际服会在美国的感恩节或者其他时候开放几天双倍积蜡，就是4根季节烛火变成8根，每天多给1根积蜡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对，就这么一个福利。至于国服的话，过年期间全都大蜡烛，端午独有的活动和礼包，七夕的独有活动和发饰，国庆的独有饰品，国服独有的精灵系统和相应福利，可以查图鉴攻略，光译位置的大神，更别说还有每次活动和季节前都会放福利的网易云游戏。然后是复刻，国际服和测试服复刻随机安排，公告完全靠猜。国服公告很清楚，但复刻什么充满了大量人为安排的痕迹。国际服、测试服复刻时间是周4的0点到周日的23点59分，国服是周4的早上6点到周1的中午12点。这一点对萌新比较友好，国服可以多跑1天图。3服的规律都是隔1周复刻1次，但是国服会在春节、中秋、国庆这种全国庆祝的节日加塞复刻，变成每周都有。然后是礼包的区别，测试服礼包都是免费的，不参与对比哈。国际服会把蝙蝠斗和南瓜头拆分，但国服会把灯笼降价，海洋节食品免费。国际服有 NS 联动礼包，包含林克头、双斗篷和乐器。国服有端午节的粽叶斗。双服都有办爱，造型和颜色不同，但国服办爱会返场。然后是玩家，光遇在国际上是个比较小众的游戏，光从官推和 TGC 油管关注量就能看出来，国际服全球玩家数量不会很多，估计1000万人都达不到，更别说这些玩家分布在全球，作息时间都不同，所以大多时候国际服会显得比较冷清。测试服更不用说，本身就有名额限制，我云野8人门险组到现在都没拿。国服玩家很多，几千万肯定是有的，而且大家处于同一时区，游戏里很热闹。至于传言说的什么国服人素质低，我劝大家别做牧羊犬啊！是人就有欲望，人多就有争端。天涯教育比所谓的自由教育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更多。国际服争端少，纯粹就是他人少，就这关注量，再加上语言不通，你想吵都找不到人陪你吵。最后是服务器，国服在季节或者活动开始的时候会排队很久，偶尔会很卡，收新货有延迟，甚至会服务器崩溃。国际服其实更烂，测试服更烂，几天登不上游戏，几天回不了新货，服务器崩溃等等，原因基本上都是同时登录玩家太多导致的哈。但是国服会有季蜡、白蜡魔法补偿，国际服、测试服啥也没有，几天登不上就登不上吧。还有一点没说，国际服目前是有全图旅行先祖和2级黑斗的，按版本来说国服也应该有，但是国服并没有，原因未知。至于哪个服更好一些，测试服就不参与评价了，资格和人数限制在这儿呢。国际服优点在于清静，可以提前几天体验季节和活动，但优势不大。
国服除了进度外，在主火、福利、便捷性、服务器等都有很大优势。总体而言，国服游戏体验会好一些。这是对比出来的，并不是我在吹国服。而且国际服怎么下载，我也做过攻略，大家可以自行体验感受。但在这个比烂的时代相对好对玩家一点用处都没有。玩家要的是满足需求，而不是谁比谁好。有 bug 就修，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公告出来。大部分玩家还是比较理智、比较宽容的，有意见只是感受到了欺骗和玩弄而已。就这样吧，大家根据视频自行参考选择吧。我是老庞，下个视频见。